2025年了，怎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什么内耗、拖延、完美主义，全好了。嗨，我是 Nessie， 本重度完美主义者、拖延症患者表示，我要么就做到100分，要么就干脆不要做好啦。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态。所以今天我要做一个对自己的挑战，就是我的第一支 YouTube 影片就是要克服这个。可是实际上，当我们提到拖延症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吗？还是这只是人类的认知里面把它给问题化了？事实上，完美主义真的存在吗？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人类不足1.5公斤的大脑里竟然藏着860亿个神经元，所以它们之间的相互的活动支配着全身的功能，当然也包括我们大脑里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脑袋里想的什么事情，其实都是由我们的大脑去决定。但是反过来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如果要克服拖延，那是不是只要骗过我们的大脑就可以了呢？所以我今天想要骗过我的大脑去做一件我一直以来都很害怕做也不敢做的事情，就是拍第一支 YouTube 影片。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么的难做？因为我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啊。大家知道有5种超级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吗？第一种类型的人呢，就是自我导向型的完美主义。这样的人呢，会认为说，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100分。那如果你没有做到100分，就是人生最大的失败。听着有没有很熟？没错，就是亚洲华人填鸭式教育下非常常见的这种 PUA 的方式。我会觉得我非常的焦虑、不安全，而且极度的完美主义，让我觉得有件事情做得不够好，就是代表你是最失败的。第二种人呢，就是社会规范型的完美主义。你会觉得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好像所有人都盯着你看。这样子的人呢，其实会给自己很多的内耗以及心理压力嘛。那你出门，你可能要把你的头发就是吹到很完美，对不对？像我这种小毛，我就会觉得啊，干拍什么 YouTube 影片呢？大家都看到我这个头上的这个毛，你要拍了哦，收。第三种呢，他人导向型的完美主义，其实也类似跟第二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假设我今天这个影片拍的不好看，这个角度不好，剪辑不够好，那我就会觉得，不然我上网去找一找如何当神剪辑。这就是典型的完美主义。那么还有一种完美主义型的人格，就是他人导向型的完美主义。这种人呢，一旦觉得别人做什么事情不够好的时候，你就会崩溃，你会觉得算了，不如我来就好了啦，放着我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最清楚了啦，你不要动，放着我来。这样子的人格其实非常的累，因为所有的事情如果你一手包揽的话，你会发现你真正的价值可以发挥的一个专长的地方，反而你没有被发挥到，但是你却包揽了一系列的这种脏活累活，一些狗屁叨叨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内耗，也非常的消耗自己的精力，因为人的精力很明显是有限的。OK， 所以一般来说呢，自己的拖延呢是在完美主义和灾难性预设的2种心态下形成的，所以习惯性的认为自己只要在一点点小任务中出了一点点的瑕疵，你就不完美了，那么就会像我刚刚上面提到的几类人一样。当然，这上面的几类人是比较符合我的状况的那几类，我也相信有其他拖延症然后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格。如果你们觉得你是哪一种完美主义类型，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么其实这种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非常好，这样的心态是非常非常害人精，伤害自己的。其实事实就是，哪怕你做的不好，也比没有做来得强。这件事情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所以我做的就是不好不敢拿出来我觉得很丢脸我今天在这里拍我的第一支 YouTube 影片，最后的观看数可能只有100，但是其他人会看不起我吗？我第2天就不想去上班吗？老板会问吗？你那个影片的点阅率好像只有100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拥有这种完美主义类型，然后又拖延症的这种人格，他们很常出现的一个表征就是他们的神经系统其实会比较的敏感，消化系统也不是很好。我曾经非常震惊的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有没有可能你的肠胃不好是因为你的脑子坏掉了？这件事情当我一开始认识到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震惊。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心肝脾肺肾感觉不舒服，因为大脑紧张到肠胃不是出汗，这其实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体会到的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状况。譬如说我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也会莫名其妙的拉肚子，其实除了水土不服之外，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你的脑袋过度紧张而造成的。OK， 所以拖延症必定有个原因，对不对？因为外在的要求和内在的自我产生了冲突，这是不相容的，是相互排斥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拖延的行为，消极的抵抗，保护自己。OK， 跟我一起默念好几遍，我先做出一坨狗屎就好，我先做出一坨狗屎就好，我先做出一坨狗屎就好。各位，如果你真的有拖延症，那如果今天你是
一个上班族，你觉得我接下来这个简报我可能做的不够好，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就做，你先做出一坨狗屎出来，然后你再慢慢的优化改变。人生那么长，对吧？你30岁出头，你还有多少年？你可以这样子重复的去修改它，去优化它，去完美它。谢谢各位看我的第一坨狗屎。所以非常重要的心态，先完成后完美。我们先踏出这一步之后，再去想后来要做什么。OK， 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话，欢迎你在 YouTube 上对我按赞、订阅、分享。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跟人说，此片没有人赞助我，我自己拍的。那我平常呢，除了在 YouTube， 我也会活跃在 Instagram 上。我本来是一直在拍短影片的，但是今年起，我想给自己一个解决我完全拖延症、完美主义的挑战，就是拍我人生的第一支 YouTube。然后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继续拍，拍得多烂我都继续拍，被骂得多惨我也继续拍。对。不管它，我就是继续拍我的生活。我想要让自己在5年后不会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